中国军工再次启程奔赴国外参加大型防务展。相比于过去的中国展台，本次阿布扎比防务展上的中国装备有了很多的新亮点，一口气摆出将近500款新锐装备供中东土豪选购。首先来说说中国军工的传统强项，也就是军迷们最为关心的无人机。从防务展的现场照片来看，中国军工除开带去了小型侦察无人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之外，在多用途以及新型特种无人机上也多了很多的新面孔，可携带武装无人机在展台上也是一并亮相。当然，要说其中最大块头、最耀眼的明星，那还得是翼龙2。作为我国外贸出口的老牌明星武器，翼龙2在实战成果和出口销量上可谓是双丰收。单纯的只要砸钱就行，己方人员伤亡完全为零。再加上其强大可靠的性能，这就完美对应了中东土豪钱多人少惜命的特点，切实满足了顾客的实际需求。所以我们总能看到近些年来中东天空中总是翱翔着中国制造的翼龙2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身影。其中对翼龙2最为青睐的要数中国的老客户沙特，其他国家来中国买无人机，沙特来人一看，这东西不错呀，二话不说直接把整条生产线给扛回去了，开始在本土建厂，从中国采购零部件，使用来料组装的方式跟下饺子一样生产翼龙2。要说翼龙2这东西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战争消耗品，必要时完全可以不顾损失去执行任务，只要能达成目标或是消费比合适就行。所以尽管我们能看到沙特的翼龙2无人机在各种战场环境下被击落不少，但腰缠万贯的沙特人不在乎，今天被击落一架，明天就补2架，本土生产线产能不够，大不了去中国提现货。除此之外，沙特还陆续采购了不少其他型号的中国无人机，就像是与翼龙系列齐名的彩虹系列也是有购入使用的。可以说量大管饱还好用的中国无人机的陆续到来，为沙特打开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思路，开辟了一种新的作战模式。过去以往的沙特和很多的中东土豪一样，颇为有些过度迷信美式装备，就好像采购足够多的美式装备就能获得美军全球第一的战斗力一样。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式装备买了一箩筐的沙特实战战果还是不佳。不管是美制的 M1A2 坦克，还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乃至 F-15战斗机，都有被击落的例子。对沙特来说，更重要的还不是装备损失，毕竟装备损失了也就赔点钱，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对土豪来说都不叫问题。最要命的问题是，这个钱损失了，人命也搭进去了，结果仗还打不赢，损兵折将，输得很惨不说，士气低落，无心再战。沙特王野军屡次三番被穿拖鞋的胡塞武装一口气抓了成百上千俘虏的名场面就是这么来的。不过沙特最终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中国无人机数量上要多少有多少，敌人打的还没有补充的快，没有人员伤亡的烦恼，哪怕是被打下来了再补一架上去，对士气来说也是毫无影响。这下仗总算是能打赢了，沙特也终于破除了对美式装备的迷信。现在沙特的作战模式基本是只要能用无人机解决，就不派遣地面部队和有人装备。沙特年年都当中国装备的回头客，那真的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信任。除开无人机，还有另一款装备被沙特点名好评，那就是激光炮。这款武器也一并亮相本次防务展，并身居 C 位。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沙特的炼油厂和大型油田总是被胡塞武装的小型无人机偷袭，搞得头皮发麻。今天油库被炸，明天油井喷火，后天是整个油田停工。从美国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看着高大上，实际上对小型无人机完全无效，毫无快速响应能力，更无弹于击落。每天损失数以亿计，任凭土豪家底再怎么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沙特急需一款能逆转形势、翻盘并改变被动挨打局面的反无人机武器，于是他们求助于中国，最终如愿以偿的获得了堪称反无人机神器的中国产寂静猎手激光武器系统。一经实战，立刻改变敌我对抗态势。过去漫天乱飞、干着急还打不下来的各种胡塞无人机，在中国激光炮面前变成了动动手指就能留下一堆冒烟残骸的打靶游戏。在一连击落了13架来袭无人机后，大喜过望的沙特直接为操纵中国激光武器系统的防空部队颁发了一份公开嘉奖奖状，说这是中国武器挽救客户于水火都不过分啊。
既然好用，就接着买的沙特毫不犹豫的再次当起了回头客，陆陆续续又找中国订购了数个批次的寂静猎手激光武器系统。可以说，中国武器在沙特之所以那么受好评，实战中的绝对可靠有效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除了刚刚提到的无人机和激光炮之外，本次中国展台上还来了些前所未有的大家伙，比如说中华神盾052D 驱逐舰的等比例模型。此前，我国海军052D 南宁舰参加完巴基斯坦海上联合军演之后，就立刻奔赴阿布扎比参加防务展。也就是说，本次阿布扎比防务展上，如果有客户对052D 感兴趣，完全可以先看看模型，了解个大概。若还有采购意向的话，那不用多说，直接港口参观真正的052D 即可。可以说中国方面作为卖家，在052D 的出口项目上显得诚意十足。现在就看此前买了不少美国军舰，但花了大价钱还不好用，被胡塞武装用各种土造导弹打得全舰起火的中东土豪，能不能下决心再破除一次海上的美式迷信？大手笔买一艘中华神盾尝尝鲜儿，那么中国军工的舰船出口事业必将能再上一个新的高峰。